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祥少，欢迎收看《主望云霄》。美国空军最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试验，而且呢，第二次试验又失败了。据美国驱动网站报道，美国空军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在4月首次发射试验时呢，以失败收场。那么7月28号呢，它又进行了第二次空射飞行测试，结果呢再次失败。这次试验，它的火箭发动机甚至都没能够成功点火。美国空军在新闻稿中呢声称，导弹与飞机完全分离，并成功演示了完整的释放导弹的流程。但在安全分离机动之后呢，火箭发动机没能点燃。这个说法过于委婉，你失败就失败了。它还演示了完整的释放导弹的流程。什么是完整的释放导弹流程呢？就是把导弹从它的载机投下来了，但是这个导弹和飞机分离之后，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这枚导弹的火箭发动机没能点火，那么后续的一系列的试验都没办法展开。因此，我个人看法，它的这次实验比第一次实验还要惨。一般来讲呢，按照设计流程，机载的高超音速导弹要使用火箭助推，否则的话呢，它不可能飞到超过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第一次试验的时候呢，起码导弹投下来了，而且呢，火箭发动机还点火了。最终导致失败，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和它的弹头没有分离。那么按照整个设计流程，机载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发射的过程中，先要由大型载机把它们带到1万米以上的高空，然后抵达导弹发射阵位，先将导弹投下去，按照程序，它的火箭助推器点火，并且呢，将它的飞行速度从载机的每小时900多公里的速度，迅速的推升到音速的5倍以上。这要看它最终的试验速度是多少，是超音速5倍、超音速10倍，还是超音速15倍？那么一旦到达它设定的飞行速度之后呢，火箭发动机和位于导弹顶部的楔形无动力的高超音速滑翔器呢，就会跟它分离，然后由这种高超音速的滑翔器自主的寻找目标，以俯冲滑翔的姿态对敌方的目标发动攻击。那么它这个飞行轨迹啊，一般来讲是在大气层的高层完成的。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弹头是否能够机动飞行，起码它首批的试验要满足超音速5倍以上的滑翔飞行。那么这样的一个验证啊，可以说通过2次试验都失败了。从理论上讲，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啊，它分成2大类，一类呢是吸气式的带动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另外一类呢是没有动力的高超音速机动滑翔弹头。从技术的角度讲，后者的难度稍微小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现在都已经试验成功了，而且有一些已经开始装备部队了。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大量的这种研究，但是它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试验多次失败，最终呢下马了。现在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它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恢复相应的试验和发展。但是它这种技术相对简单一点的高超音速机载导弹的试验2次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恐怕对美国相关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计划会造成进一步的打击。那么美国陆军、海军、空军什么时候真正能够研制成功并且发展成熟相应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这恐怕还要密切的关注。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军投入了巨资，依然没有看到相应的成果。这一点和中国、俄罗斯相比呢，应该说它已经有所
落后了。可以说，美国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而这个晚集什么东西都还没买到呢。什么时候能够买到东西，需要我们后续密切观察。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